野生，怎麼樣？是不是特別有情緒價值，就很有專屬的感覺？現在神行者8它前面這2個小的 LED 的屏幕，或者你管它叫燈呢，它是可以自定義的，就不光它有不同的这種符號可以显示，同時你也可以把你想写的字直接写在上面，这樣就有一種很专屬的感覺。我們這次呢是開着神行者8來到了山西，然後今天咱們的主線任務就是上采涼山。哇，這路挺漂亮的，你看，它這是一个回手弯啊，这後輪轉向你看，輕鬆啊，一把就過來了。我發現這車轉向挺不錯的，調的。你切到全路況模式之後，其實它轉向的手感會比之前咱們在城市中要沉一點點。你城市中的話，你會覺得它特別輕便，就很輕鬆。然後你切到全路況之後，它的沉度就是自己加重了一點點，然後整體的轉向的手感就特別有韌性，而且它回正的感覺特別好。你就比如說咱們走這種比較大的彎道，你轉過來之後，其實你一鬆，它轉向自己就會有一個很順暢的回正的力度。這條路它就是非鋪裝路面，然後有很多碎石，之後呢它會有一個傾斜角度，因為它沿着山體這邊它是大概有個10度左右的這麼一個傾角，其實我們就調到智能模式就完全可以了。然後你在智能模式的時候，其實我們的懸架的高度，我們整體的動力的響應都會很舒服，就是你覺得輕輕鬆鬆如履平地的感覺。哦，我才發現哎，就是你調到智能模式之後，它所有的這些感知元件，它不是會掃描我們前面的路況，然後它會得到一個結論，我是會按照這個路況的狀態去給你標定車輛的動態行駛的狀態。你看現在我們前面全部都是碎石，然後我調到智能模式之後，它其實掃出來的就是一個岩石路面，所以它現在駕駛模式就是岩石。哎，我覺得這個特方便。這個比如說我們這條路啊很綜合，那我們過了這個岩石之後，啪家伙整一堆水坑，那其實我瞬間可能就切到這個涉水模式了。所以這樣的話，你也不需要去來回切換駕駛模式，你交給它就可以了。但其實我們來的這個地方，說實話，看上去還是很驚豔的，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是在這個山脊上面走，所以說你看它旁邊其實就是懸崖了，然後而且我們現在就離那個風車很近，下面實際上你看海拔應該已經有個最起碼1000米的樣子了。所以說一台全地形的車還是能給你很高的這個情緒價值的，就等於你在城市中啊 ABS 一開特別輕鬆，然後你轉身啪智能模式一開就可以上涼山了，這種感覺真的很爽。就現在其實我們這條路面實際上特別顛的，但說實話我開着車感覺特別舒服。就它現在雙腔空簧和 CCC 這個組合其實是對於我們非鋪裝路面的這種過濾是最好的，就你會感覺整個車是特別舒服，就跟咱以前說你開個越野車出去穿越就特別難受、特別顛、吭哧憋足的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就是很享受，你感覺你可以一邊看着景色，欣賞一下在路邊的牛牛。那麼進入這個全地形模式之後，你是可以單獨再去設置遠端屏的，等於你在全地形模式裡所有的遠端屏都是和車輛此時此刻的信息相關的。我們車輛的水平跟垂直的角度，然後我們轉向的角度，我們車輛的鎖的狀態。現在我就是前鎖是沒有上的，然後後面它因為是一個 ELSD 的差速器，所以我切到這個延時模式的時候，它一直是上的。然後包括我們四驅的扭矩分配的狀態，因為智能四驅它是實時根據我们輪胎的抓地力矩分配扭矩的，你都可以特別清晰的看到。然後包括我們的海拔現在是2000多米，每一個你都是可以自己去 DIY 的。所以其實比如說你去爬坡的時候啊，或者去走一個你自己手拿把攥的路況的時候，你是可以去看一下車輛的狀態的，你能夠實時感知到我們的這個扭矩分配的感覺，尤其是走交叉軸的時候就感覺特過癮。你能看到它現在這兒給了多少動力，那兒給了多少動力，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越野的駕駛樂趣。這個是以前的越野車你是完全感知不到的，等於現在的話你可以做到更好的人車合一，你可以看到車輛到底是怎麼樣提供給你它的這個動力分配的，這種感覺挺帥的。然後我們現在2052米，還在繼續的上海拔中，動力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我觉得新能源車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比如说咱要去西藏啊、新疆啊这种地方去玩的话，你在本来海拔就高的基础上再去上个山或者爬个山路，你会觉得动力特丝滑。你看我们现在这儿也是一个就是回手上坡的胳膊肘弯，你看啊，一把就非常轻松。其實像這種本來就帶海拔回手上坡的胳膊肘彎，如果比如說你車的轉彎半徑特別大，或者說你車的智能四驅分配不好的話，你可能真的會有點彆扭。就是一個是你一把上不來，一個就是因為你在那個特別拐的那個地方，你的車輪那塊可能會形成一個小的交叉軸，然後這個時候如果你比如說你的四驅不給力，直接一個沒上去你再倒的話，那再趕上路面附着力不好，其實還是有點危險的。當然對於咱們來說就是一把，然後很絲滑，它那個四驅分配的動力也很快，就感覺不到任何路況的難度。下山呢，非鋪裝道路了啊，各位一定要注意這個剎車的掌握。這不用了，我們現在下山直接陡坡緩降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自己剎車。我現在就剎車都已經停下來了，然後這個陡坡緩降的速度，你是直接可以用我們這個滾輪去調節的。而且其實它這個陡坡緩降，它是可以類似於人機共駕的，就比如說咱開之後，然後呢我們上山不是上上下下嘛，對吧？但是其實你是不需要去關閉它的，你該上山的時候照樣上山，然後等你到下山的時候，你也不用再重新開啟，你只要一下它去識別到我們是一個下坡路況，然後它的陡坡緩降就會自動就開啟了。所以等於比如說咱們要是走山路的話，尤其是上上下下的這種，你就直接把它開，而且你覺得它慢，你也是隨時可以加速的，就是你可以跟這個車達到一個很共駕的狀態，讓你減少了很多的這種駕駛的壓力。上次呢，我是開着實行者8去了一趟老掌溝，那次我開的是一台藍色的車，就整體呢會有比較清新的感覺。然後這次我們開的是現在這台紫色，而且你看它整個的這個卡鉗，還有我們這個輪毂中間的這個 logo 啊，全部都是紫色的，所以它整體的協調感也是挺強的。同樣換了一條 AT 胎，看上去要更強悍一點。它車內其實也是這種紫色的風格，你看它這個位置沒有，它也是這種亮紫色的設計，但是它裡面的這個車內的這種紫呢，其實稍微有一點點暗的感覺。座椅這邊也做了紫色的縫線，然後這兒你看它也有相應的設計，我覺得這個顏色還是挺特別的。就它外觀的這個紫色其實是有一點暗暗的，有一點像黑色，在這個陽光下它會有一種比較高貴的那種感覺。其實今天採涼山這個穿越路啊，對於這台車來說真的3個字，朋友們，太簡單了。因為它這台車我們是有這個 IATS 的全地形模式的，所以其實你切到全地形模式之後呢，整個這台車是用智能的這個狀態去幫你去通過路況的。這些感知元件呢，一方面可以讓我們在城市的駕駛過程中實現 ADS 5.0的一個非常強的輔助駕駛的狀態。那同樣啊，當我們走到非鋪裝路面的時候，這些感知元件它也是隨時會去掃描我們前方的非鋪裝路面的狀態，然後反饋給車輛，我們的車輛就會切到一個適合現在此種路況的模式。所以我覺得這台車呢，它除了比較舒適、比較豪華，然後很強的輔助駕駛的能力等等這一系列，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適配城市的優勢之外，它的全地形能力是這台車很大的一個特點，並且我覺得是很有情緒價值的加分項。畢竟現在我們選擇一台 SUV， 其實我們的要求也是越來越立體了。我們希望這台車能夠陪着我們到各種各樣的地方，那所以說它的全地形能力肯定是不能少的。這台神行者8表現還是相當可以的。